法国组建新联盟，只有支持乌克兰铁杆加入。美国终于解除了对乌武器限制，无导弹再袭克什大桥。以色列使用火神机枪对付无人机。英媒称北约存在巨大防空漏洞。朝鲜发射重型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俄乌战争的态度非常明确，他是第一个宣布不排除出兵乌克兰可能性的北约国家领导人。而在他发表该言论之后，立刻遭到了一些北约国家的反对，比如德国。众所周知，北约目前对乌克兰的态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像法国、英国以及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对于乌克兰的支持态度都比较激进，而德国、美国则相对比较保守，这使得北约在对乌克兰态度上很难产生一个统一的意见。所以在今年3月，法国就曾提出过一个建立一个小北约的想法。当时法国外交部长斯蒂芬·塞居恩抵达立陶宛，并且会见了波罗的海3国外长和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莱巴。塞居恩在当时提出了不应该由俄罗斯决定我们要怎样帮助乌克兰，以及要在何时帮助乌克兰，我们应该将决定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5月30号，有媒体爆出法国准备将这一计划付诸实践。法国总统马克龙预计将于6月6号在法国诺曼底登陆纪念庆典上发表演讲，宣布成立自愿联盟。预计该联盟将包括立陶宛、英国和其他几个支持乌克兰并且准备部署军事教官的欧洲国家。随后，这些联盟的教官将前往乌克兰军事设施中。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包括法国在内的北约国家已经帮助乌克兰训练了10万名士兵，但现在乌克兰仍然存在巨大的训练缺口。根据《世界报》的报道，法国已经派出了10几名军事人员用于帮助乌克兰确定需求。法国预计将向乌克兰派遣上百名培训人员。之前，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声称，他们检测到了法国组建了2000多名的军事人员，准备进入乌克兰，但法国并没有对此发表评论。很明显，如果北约军事人员真的能大张旗鼓地进入乌克兰作战，那么将对现在势头正盛的俄军造成极大的威胁。俄罗斯总统普京威胁称，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俄乌战争。俄国的战略核武器已经做好准备。至于这番威胁到底有没有效果，那就难说了。反正之前支持出兵乌克兰的依旧选择支持。不仅如此，爱沙尼亚总理表示，北约不应担心向乌克兰派遣军队训练其士兵可能会卷入与俄罗斯的战争。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有些国家已经在实地训练士兵了。如果训练人员遭到俄罗斯军队的袭击，他不会自动触发北约的第5条共同防御条款。如果你选择派军事人员进入乌克兰这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那么就意味着你了解其中的风险，就算这些培训人员遭到了攻击，也不会触发共同防御机制。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多国军事人员已经进入了乌克兰，甚至出现了伤亡，这将极大程度地减少乌克兰目前面临的兵源压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北约武器抵达乌克兰前线，相信目前乌军的困境将得到极大缓解。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美国官员透露，拜登政府在没有公开的情况下，悄悄地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对哈尔科夫州北部的俄罗斯军队进行反击。拜登的几位顾问在5月29号告诉《纽约时报》，美国限制对俄罗斯打击的政策将会出现改变，政府会根据事件发生的情况，实时调整对乌克兰武器的限制，包括武器的种类和打击范围。同时，《华盛顿邮报》援引了一位官员的话说，表示美国没有限制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防空武器在俄罗斯领土上击落对乌克兰构成威胁的俄罗斯导弹或者战机。事实上，美国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扭扭捏捏地解除了部分限制，背后已经存在着许多人的努力了。早在5月22号，《纽约时报》就报道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直在敦促拜登取消对乌克兰的这些限制。不过，美国依旧坚持不许乌克兰使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对俄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不允许对俄境内民用设施进行打击。所以接下来，大兵就以哈尔科夫市为例，展示在美国解禁后乌克兰的打击范围。最近的呢是各类火炮，
以之前美国援助的 M982神剑制导炮弹为例，乌军从哈尔科夫开火足以覆盖限制战火最激烈的利普齐和卢基扬旗，甚至能跨过国境线，打击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最南端的城镇茹拉夫廖夫卡。随后使用 M31制导火箭的海马斯登场，它将让乌克兰的打击范围延伸至93公里，不仅可以覆盖东部的沃夫昌斯克，还可以威胁到俄比尔格罗德州首府比尔格罗德市。如果美国解禁了陆军战术导弹，那么乌军火力将可以覆盖库尔斯克，这个奠定了二战苏军胜利的城市。而乌克兰空军也可以使用带制导滑翔套件的 JDAM 导弹，从72公里之外打击俄军的阵地和高价值目标。AGM-88E 反辐射导弹足以覆盖该地区的绝大多数俄罗斯雷达设施，这使得乌克兰的无人机战术可以更加致命和有效。所以可以看出即使美国不解禁陆军战术导弹，俄罗斯的麻烦也相当之大了。最重要的是，俄罗斯空天军无法再像之前一样肆无忌惮地朝着乌克兰境内投射滑翔炸弹。爱国者和 NASAMS 防空系统射程均能超过俄滑翔炸弹的射程，而陆军战术导弹也并非没有用武之地。俄罗斯在2014年占领的克里米亚依旧是合法的打击目标。5月30号，乌克兰总参谋部发布卫星图片，他们使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再次对克什大桥进行了打击，并且炸毁了2艘用于运输铁路的货轮。俄罗斯方面承认这次袭击，不过用语有些幽默。克里米亚地区运输负责人尼古拉·卢卡申科表示，是俄罗斯击落了2枚乌军导弹，然后这些导弹的碎片导致了大桥和货轮受伤。与此同时乌克兰情报总局还声称，他们使用水面无人艇摧毁了4艘俄罗斯的 KS-701 Tonets 级巡逻艇。据说这些巡逻艇是俄罗斯专门派来保护克什大桥的。大兵猜测，俄长官可能下达了船在桥在的命令。在地面战场上，哈尔科夫方向的俄军摩托化师的俄军们正在使用摩托车在乌克兰土地上飞奔。大兵说，俄罗斯是除了印度以外摩托化强度最高的部队，应该没有人反驳了吧？毕竟俄军摩托化程度也就在100%，远远达不到印度的程度。而在摩托车不太好用的沃夫昌斯克，俄军急需撤退。乌军在30号已经夺取了该市的中心区域，但乌军霍尔蒂察集团军发言人纳扎尔沃罗申科中校表示，俄军正在大量使用空中力量对沃夫昌斯克进行轰炸。大兵认为，接下来俄乌会围绕着沃夫恰河建立阵地，这里将会变成第2处赫尔松。不过，由于沃夫恰河更加狭窄，对于拥有后勤优势的乌军来说，想要渡河并不困难，问题就在于时机。以色列使用火神机炮对付无人机。据以色列国防军称，以色列正在检查用于对抗无人机的 M61火神炮，该武器将安装在位于以色列北部边境部署的装甲运兵车上。这次事件的背景可能是由于黎巴嫩武装在最近一段时间加大了对无人机袭击的频率。总部设在以色列阿尔马研究与教育中心估计，黎巴嫩武装拥有2500多架无人机，用于各种目的，例如情报收集和攻击。该分析报告还补充到，对以色列的无人机袭击从2月份的7次增加到了3月份的24次。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在北部边境部署了无人机探测系统，以提高拦截的响应时间和准确率，并且在军方的北部司令部建立了一个专门针对无人机的单位。尽管如此，效果并不是太好。黎巴嫩武装还是在5月份派出了1架无人机进入以色列领空，并且袭击了一座军事设施。而面对这种廉价的飞行道具，以色列和乌克兰一样遇上了麻烦。如果用防空导弹拦截，太不划算；传统的防空炮精度又太低。为此，以军打算用射速弥补精度的办法，那就是 M61火神机炮。M61是一种6管加特林式旋转炮，采用电力驱动，每分钟能发射6000发子弹，服役年龄已经超过60年了，是一款久经考验的老将。从1975年以来，他也一直在以色列空军服役。目前，以军将其作为车载武器进行了修改，并且安装在了北部边境的 M113装甲运兵车的顶部。至于反无人机的关键，也就是识别威胁和瞄准，依旧是要依靠人力。
目前提供反无人机产品的以色列国防公司是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两家公司都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以色列国防部也拒绝发表评论。不过，防务新闻爆料，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声称，火神机炮只是暂时性的方案，它将与其他解决方案一同缓解现在的情况。目前，国防工业项目正在实验，这是我们在战争中提升军事力量不可跳过的过程。英国《金融时报》在5月29号援引熟悉北约机密防务计划的人士的话称，北约国家的必要防空能力仅不到5%。所谓的这个必要防空能力，即是指保护中欧和东欧的北约成员国免受全面攻击的防空能力。一位北约高级官员告诉英国《金融时报》，北约目前没有能力防御东欧的导弹和空袭，但这些能力是北约保卫东欧免受潜在入侵计划的主要部分。另一位北约官员表示，防空是北约最大的漏洞之一。战争研究所表示，鉴于克里姆林宫官员越来越多地威胁北约成员国，北约及其成员国正在警告俄罗斯对北约成员国的敌对行动。北约需要重新武装，并且具有阻止或者击败俄罗斯在未来对北约东翼任何攻击的能力。鉴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胜利，将使得俄罗斯军队能够在被占领的乌克兰部署远程系统，以进一步威胁北约的东翼。西方对乌克兰的持续军事支持，有助于将俄罗斯的防空网络向东推进，并且远离北约成员国。2024年5月30号，韩国军方表示，他已经发现了朝鲜向朝鲜东部海域发射了大约10枚短程弹道导弹。韩方称这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情况，而朝中社表示，这次演习旨在表明朝鲜准备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在敌人试图对其使用武力的任何时候使用自卫权。朝中社援引金正恩的话说，这次发射将是一个机会，可以清楚地展示我们的对手挑衅我们的后果。金将军强调，朝鲜核力量应该更加彻底地做好准备，以迅速准确地执行其威慑战争的使命。根据朝鲜官方发布的照片，这次朝鲜使用的是未知名字的600毫米火箭炮。这款600毫米火箭炮从2019年8月首次试射，目前已经列装在朝鲜人民军各火箭炮兵旅团。该型火箭炮在2022年曾参与了军演。根据朝鲜官方数据，该型火箭炮最大飞行速度为5马赫，最大射程380到400公里，具备精确制导能力和搭载战术核武器的能力。朝鲜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被归类为短程导弹，可以将整个韩国领土纳入其射程。平壤声称可以在这种武器上安装战术核弹头。值得一提的是，本周早些时候向韩国发射了数百个携带垃圾和排泄物的黄金气球。这些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越过了朝韩边境，最远到达了600公里以外的韩国腹地，让处于水深火热的韩国人民也能感受到金将军的气息。据称，这是为了回应之前韩国向朝鲜发射宣传气球。而之后呢，朝鲜通知日本，打算在6月4号之前发射一颗卫星。之后，韩国军方在与朝鲜接壤的边境附近进行了一次有大约20架战斗机参加的空中演习。朝鲜声称开发卫星是其追求太空发展计划的主权权利。然而，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的任何发射都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核计划和弹道计划的多项决议。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